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眼看着太阳快落山，小朋友们玩的也都有些饿了。晚上在泰国的第一餐，小朋友们想要吃点什么呢？泰国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其实关于泰国风味的饭菜，平时也只是听说，但具体吃什么也都没有概念。地图上看到21航站楼里有很多小吃和餐厅，我们一致决定去21航站楼转一转吧。在泰国开车是右舵，同时走路也是反的，所以刚来泰国我们一直在逆行，还好不是开车在路上。另外，芭提雅马路上汽车、摩托车、双条车很多，而且基本上车速都很快，虽然也会堵车，但还是给人感觉效率比较高。还有这边红绿灯特别少，过马路尽量走斑马线。尽管车速都很快，但各类司机见到有行人要过马路，基本上都会主动减速，摆手让行。晚上7点半溜达到21航站楼，楼外的广场很热闹，一架飞机就是这里的标志。虽然芭提雅以其海滨热点和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场景而闻名，但21航站楼绝对算是不可错过的主要景点之一。这座机场航站楼风格的购物中心，实际上就是大型的综合的美食加娱乐的购物商场，只不过是以机场航站楼为框架，在不同楼层展示了多个国家的主题元素。从底层的埃菲尔铁塔到第一层的比萨斜塔，还有金门大桥等等各国经典建筑，在这里1个小时之内就能够穿越东京、意大利、旧金山、好莱坞和巴黎等地。楼上还有许多日式和美式的主题餐厅，这里还有一片美食广场，就相当于商场里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大排档。小朋友们很好奇，决定就在这里解决晚餐。在大排档吃饭之前，也要先充值换卡，里面只能刷卡买餐。小朋友们挑了自己好奇的食物，不认识听不懂泰语没关系，看看别人买的，再看看各个窗口的餐品图片，不用说话，基本上也都能搞定。看看小朋友们都要了点啥。虽然这是在大商场里面，但价格其实并不高，一份菜饭也就4到50泰铢，合着人民币也就10块8块的。只是没想到航站楼里吃饭的人非常的多。大约晚上9点多，吃完饭出来，在街上溜达溜达。芭提雅的街上灯火辉煌，街边也有很多小吃摊位，没走几步就是芭提雅唐人街。差不多吧。是的话，就还从这儿路过去吗？我是说。这边也有最流行的路牌，我在芭提雅很想你呀。
走在芭提雅大街上，还能发现一个特征，到处都是兑换外币的营业网点。别看白天挺热挺潮的，其实就这天气也比石家庄雾霾加三八天强多了。到了晚上特别凉爽，不热也不潮了，走在街上都感觉特别的舒服。小朋友们虽然晚饭都吃饱了，但还是想去711转转，买点明天的早餐。还别说，泰国的711密度真是不小，买东西确实是太方便了。差不多晚上10点，我们又溜达回到了芭提雅海滩。尽管海滩上有大灯照耀，但几乎也没几个人了。不过这时候坐在海边抽根烟，那真是太舒服了。泰国这儿对烟限制还是比较多的，酒店里不能抽烟，一旦被逮着了，最多能罚500泰铢。泰铢跟人民币是5比1，在这边花钱的时候，总是习惯先算一下合着人民币是多少钱。在酒店想要抽烟的话，只能到外面专门的吸烟区。我这儿晚上整理视频，加上查阅资料，想抽根烟就得往外面跑，出去一趟也挺不容易的。后来索性在外面多溜达一会儿再回房间，感觉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觉似的。说实话，在泰国这几天几乎没一天晚上是休息好的呀。到此来到泰国的第1天算是圆满落幕了。那明天在泰国又会有哪些新的体验呢？咱们下期继续吧。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